有消息了吗？刘亮，我们俩去了一趟那个辖区的派出所。啊哈，那警察说啊，他帮着给各个路口的那个监控再帮着搜一遍，然后我把新通电话留给他们了。他们说呢，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，如果有消息的话，给你打电话。派出所说了，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，好心人也多，一定能找着啊。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纸还有网络的寻人平台，我已经把阿姨的照片和相貌特征都发出去了，希望有好心人看了能给咱们提供线索。那行吧，那就该找的地儿也都找了，该用的方法也都用了。不行，咱先回去吧。啊，这忙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咱光在这儿着急也没有用。啊，回去等等信儿。行，那个袁亮，照顾好欣桐，这事儿最好先别跟小芳说了，等有消息以后再跟她说，好吧？明天我再发动我那些老战友接着找，这走不远，估计肯定丢不了啊。行，您也早点回去歇着。好啊，那麻烦你送一下吧。啊，没问题，我让司机先送您回去。哎呦，咱们顺路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好。您也别着急。好。先回去。他会去哪儿呢？都这么晚了。其实小芳去复读了，我完全有时间陪我妈，我就应该把她接到老房子。也许她到老房子，她就不会乱跑了，是吧？我非要去体现什么自我价值，去卖什么狗屁保险，我他妈真是疯了！我，你就别自责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老人是有病，不是你的责任。那就是你的责任。是你没有给我安全感，所以我妈才不放心了。你看她这2天折腾的，一会儿又要去过户房子，一会儿又到处乱跑，现在又不知道她去折腾什么了，跑哪儿去呢？她就喜欢折腾。行了，别自责了。我说，就现在外边这个监控系统这么发达，肯定能找回来。啊。喂，您好，我是南山分局的，请问是付欣桐女士吗？我是。您的母亲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在哪儿啊？但是，很遗憾的告诉你，人已经不在了。什么人已经不在了？已经确认死亡了，请你们赶快过来一趟吧。怎么了，心疼？怎么了？
民警说啊，有人看见老太太就站在那儿，一待就待1天。等到退潮的时候，人就不见了。等这过往的渔船把人给捞上来，那都已经没救了。说你外婆干嘛跑到海边来？我外婆可能之前问我外公了吧？他说我外公就是坐船走的。孩子哭呢？你坐那儿不说话。这哪让啊？你这么下去，这身子就拖垮了。你多少得吃点东西啊。人呐，有时候最难过的，就是哭不出来。哎，爸，要不我上去吧，我妈应该会听我的。不行了，现在正难过着呢。要不这样，今天家里边就不做饭了，你领小芳出去吃点吧，我在家陪陪欣桐，一会儿我劝劝她。好，走吧。爷，我外婆是不是特别孤单呀？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她要是不孤单的话，就不会一直想我外公，也不会去海边，就不会……别胡说了，
你姥姥就是生病了，知道吧？她恍恍惚惚的，就不知怎么走到了海边，结果让海水给卷走了。但是，他为什么不去找他的朋友玩，或者让我妈陪着他呢？嘿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啊，对你们小孩来说啊，花时间陪伴大人，这个可能是一件挺容易的事儿。可是对大人来说，这事儿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呀，有很多事情都特别奇怪。比如说，你以前曾经有时间去享受每一天美好的生活，但是可惜的是，你不懂得珍惜呀。今天呢，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了，也意识到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。但是，对不起，时间不允许了。就拿你外婆来说吧，年轻的时候没条件，好不容易把你妈妈抚养大了，啊，熬到了退休，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了，但是那病找上门来了，啊，哎呀，你外婆这一辈子呀，就没有合适的时候啊。爷，我去买个蛋糕。哎，等会儿，不，他刚才不是吃了一大碗面条吗？又饿了？不是，我不是给自己买的，我就是听说难过的人吃了甜品，心情会好受一点。我妈最近心情这么低落，我就想着给她买点甜品吃。好小子，长大了，知道心疼你妈了啊！走，买去。哎，好，来。还没睡呢。啊，我把这一页看完就睡。啊，哎爸，我妈好点了吗？我给她买的点心，她吃了没？吃了一大块。她还让我谢谢你呢。要不我跟学校请个假，这2天我在家里陪我妈。不用，有爸爸陪着就行。你呢就踏踏实实好好的学习，你能少让他操点心也是好事。行，听你们的。行，早点睡吧。明天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去学校。啊。哎爸，你说我外婆去的另外一个世界，有我外公吗？或许吧。怎么了？我知道，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但是如果他有我外公照顾的话，我妈的心里会好受一些。小凤，生老病死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。每个人都会长大，每个人都会变老。你也是，我跟你妈妈也会有一天离开你，但只要你心里边还有我们，我们就没离开。死亡很正常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。死亡就是这个人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那你想想，我跟你妈妈刚认识的时候，你也不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说，这个每天都会有人死亡，就像每天医院里边会有小宝宝诞生一样。我懂。之前看过一个动画片，叫《寻梦环游记》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死亡不是永别，遗忘才是。所以，只要我们还一直记得我外婆，她的生命就会得到延续。早点睡吧，别看了。
这件事儿呢，我们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为此，我们也做了认真的调查，对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也做了严肃的处理。院方呢，也是委托我今天来向你们正式做出道歉，并付上一定的赔偿金。卞先生，这是我们给您的道歉书和支票，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的歉意。对不起啊。您如果还有什么要求，都可以提出来，咱们可以再协商嘛。说实话，这样的结果让人很难接受。是。当然，谁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。你们的心意跟歉意，我会转达我夫人。但说实话，事已至此，无论做出任何的，无济于事。真的希望你们总结这次的经验跟教训，千万不要再出现在别的老人身上。是，谢谢您的理解，我们一定吸取教训啊，改正我们的不足。这么多眼镜。那些都是卞大爷给阿姨准备的，怕阿姨找不着闹心，就一下子买了好多副，让放在各个地方拿绳子拴着，这样阿姨在哪儿都能找到老花镜。最近好多人、好多事，我都觉得模糊了。只有你小时候的样子，我记得最清楚。做梦也总是梦到你小时候的样子。因为从那以后，你父亲就离开了我们，从此就我们母女在一起生活了。对你来说，我是一个强势的妈妈，一直对你很严厉。其实，我这心里头特别难受。每当我回头一看见你乖巧懂事的模样，看得我心疼啊。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的背影，我想他一定很忧伤，因为我把快乐、倔强都留在了前面。
么爱你。妈妈。我感觉好像是被掏空了，我甚至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悲伤，就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你妈妈去世的时候，你哭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对，我当时好像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：为什么连我妈妈去世了我都没哭出来？尤其在葬礼的时候，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看着我。我当时不懂，这就是成年人和孩子不一样的悲伤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个阿姨，她说是我妈同事，上来就直愣愣地问我，说你妈是不是得癌症死了？我眼睛一下子就模糊起来了，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。我就绕过他走了，就听见他在后边一直在说我不懂事儿、没礼貌，他是在关心我。但好像就从那一刻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，我妈是真离开我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之后我哭了很久，到现在都不能接受，我妈妈已经离开我了。我总觉得哪天我一开门，她就站在门口。我为什么要让她去疗养院呢？我应该把她接回家，或者接到老房子也行。别太自责了，这件事情接受肯定需要一个过程，会过去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，其实我们也都给了自己的心理暗示。我接受不了，我太不了解我妈了。我一直觉得她很恨我爸爸，恨我爸爸抛弃我们，远走他乡。我从来都不敢在我妈面前提我爸，甚至后来海外来信告诉我我爸去世的消息，我都没有跟我妈说。可是这段时间她生病，我才发现，我妈其实很爱我爸爸。
在他记忆里留下的，都是我爸跟他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，所以他才会去海边等我爸爸。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。我把他一个人放在疗养院里，我特别自责，都是我的错。没必要自责，我们都想着给他最好的医疗。他在最后那些日子，只担心一件事，所以他才会让你把房子过户给我。他日夜担心的就是我得不到妥善的照顾，可是他的无助、悲伤，他的手足无措，他最后这段最艰难的日子，我这个做女儿的却视而不顾。我是个什么女儿？你多想，我们除了怀着妈妈，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小芳。我想妈妈在的话，她也会这么想的。你想我吗？太想他了，我想我妈。在哪儿？这边。来，你看，就这儿。我个人就特别喜欢他们公司这环境，你看。的目光应该放在我们的产品上。阿伟，哎，少白来了，忙着呢。哦，跟他们说说这个经典调研的事儿。好，你先忙，你先忙，我带一朋友过来看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那咱们接着讲。你看，他们整个公司啊，这工作环境特别舒适。生活区和工作区都是分开来的。这边呢就是工作区，这边是生活区。齐总，哎，来了，我下来啊。齐总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文草草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里边请。来来来。坐，随便坐。好嘞。来，喝水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谢谢。齐总，齐正，我跟你之前说过，就是他这家公司现在在研发这个，以后了不得。小公司，小公司。文草草呢，我在赫拉的时候对我特别照顾。其实他也没比我早去赫拉多长时间啊，但是学得特别快。哎呀，那工作状态我是见过的，打了鸡血一样。所以我们的领导也特别认可和重视他。他这个说的太夸张了，我就是其实对 IT 啊或者 APP 这种东西真的不是很懂，也没有什么经验。其实啊，没经验倒没事儿。从技术来说的话，我们公司其实不需要人手了。但我们需要有创意。你之前是做销售的是吧？我在赫拉也积攒了不少关于营销方面的经验。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爱好？这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了解客户需求比技术重要多了啊！当然了，技术过硬那是必须的，我们公司没有问题。我之前是学表演的，不过这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哦，我平时会写一些小网文什么的。网文？小说？差不多。都什么类型？情感类的。哎，这挺好啊。我们公司呢，其实你也看到了，就是一大帮直男。
有时候客户挺歧视我们的。之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做了那个手账的 app， 然后客户一直跟我们聊女性的视角、女性的类型，一下给我们聊懵了。然后最后嫌我们做的东西特别直男。哎呦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公司的话，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新的创意什么的，这个挺好的。我当然愿意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其实现在真的啊，就是因为开发，这些软件或者说产品很多都是理工男，所以他们所站的视角和维度就相对会有一些局限性。很多时候很需要女性视角的观点来润色。草草在这方面真的没问题。是。哎，我再多问一句啊，你之前在赫拉挺大的公司，为什么出来了呢？草草就是属于有点过于优秀，所以遭人嫉妒啊。那时候就有人排挤他，他这个性格又比较直，干得不开心，所以就离开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他要能来你这儿，你就捞着了。是，那是肯定的嘛，我不是就多问问嘛，了解。那行，那我再带你参观一下，介绍一下同事给你。哎，好，行。你去看看，在这等你。来这边。领导最近怎么样？自己的事儿还没落听呢，还关心别人啊？我就随口一问，毕竟人家有恩于我们。那好。边总家最近不太好，他岳母刚去世，他最近必须得在家照顾他太太。那我就随便做点了啊，你先休息一下。边亮，你出来。怎么了？是你同意的？这个他们就想这么草草就了事儿了，就这么一封道歉信，就这点钱，就把责任都推卸干净了。你问我了吗？你尊重我的意见吗？不，欣桐是这样，我是想这事儿怕你再糟心，我就答应了。是这样，人家呢道过歉哈，也问过我们的意愿，我是想，那老人既然已经都，那可是我妈，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是。我们是给疗养院付了钱的，对吧？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看管好我妈。我妈从他们医院走出去了，人就没回来，他们就想结束了，太草率了吧？你还能答应？你真够仁慈的。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欣桐，你别着急啊。我说咱们先好好商量商量，商量完了以后。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尊重我的意见了吗？是。哎，欣桐。哎呀。哎，欣桐。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？就这样找到我现在这么草率的就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呢？你们这么做就是要逃避责任。你说话呀！你们都觉得这种做法对吗？边先生，哎，你可算来了。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？怎么你太太今天又过来闹啊？我闹了吗？我只是作为一个病人家属，我来讨个公道。是，
主要是我太太这母亲刚去世，确实还是没法从这个悲痛里边走出来。咱们慢慢说啊，有什么要求咱们慢慢说啊。对，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。那您说吧，还有什么要求？是，就是咱们心平气和的，有什么要求咱们就提出来。之前人都很配合。好，他们配合是吧？既然他们已经承认他们是犯了错误，那不是一个道歉信就能解决的问题。我要求你们登报，公开给我道歉，让大众都知道你们犯的错，让你们的上级单位也知道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合理、公正、透明的赔偿方式。边太太，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那首先，我们确实工作上有失误，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你们联系赔偿。如果你要觉得赔偿金不够，那咱们可以再商量。不是赔偿金的问题，我不是要钱，我就是要一个说法。你们怎么就不能道歉呢？这就是你们犯的错吗？你们怎么就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呢？上级部门已经对我们养老院做出了处罚，但是你还要让我们登报道歉，我没这个权利。你们犯了错，你们不应该道歉吗？不应该让公众都知道你们的失职吗？你们难道想逃避你们的责任吗？是，我们没有逃，之前就跟边先生沟通好了，他也答应了。你们跟他沟通有什么用啊？那我是直系亲属，我是他的女儿，你们不跟我沟通，你们就是想逃避。他倒是大度，他就答应了，我答应了吗？你问过我吗？边先生，要不然咱们去办公室聊。为什么要去办公室聊？就在这儿把事情说清楚，大家都在这儿听着呢。咱别这么着急，你这么着急解决不了问题，咱不能这么苛刻。我怎么苛刻了？那是我妈妈，是跟我相依为命的人，她现在没有了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，她现在没有了。你让我怎么平静？我知道。是这些，这是他们的责任，但也不全是他们的责任。我们做子女的也有责任，是吧？哦，你的意思是我的错是吧？我就应该把我妈妈接回家，不应该把我妈妈扔在这个疗养院，我妈就不会走丢，我妈就不会死，是吧？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都别看了，好了，你们都散了，去工作去。老公，我想出去走走。现在？不是。明天吧。明天你带我出去转转，离开这儿。我想出去散散心。哦，哎，你别说这个好想法，哎，我还真有个好地方，一直想去来着。行，我安排啊，快睡吧。你也赶紧休息吧，这2天没少折腾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啊？行，早点睡啊。反正就是一直这样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事儿也不想干。哎，这么下去可不是个事儿。我觉得就是在他母亲走得太突然，没走出来，老是自责。哎，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。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的建议是找专业人士帮忙。你是说心理咨询？还没到这个地步吧？他就是太难过了吧？我觉得。
心理咨询其实就是让专业的人帮他去疏导一下情绪，主要是我们只能从家人跟朋友的角度去疏导他，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情绪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客观。心理咨询师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，用最专业的方法，最有效率的帮他疏导好这个情绪。行了。